叔，小妹，又是你啊？怎么了？屋顶又起火了？哎，是啊，昨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就着了一次，今天太阳一出来又突然冒火了。太阳一出来就冒火？是啊。大叔，我们可以上来看一看吗？好吧，你们上来吧。今天吹的是东北风，房屋冒火，烧到这里是正常的。这个洞又是怎么回事？哦，那个是昨天烧的。2天烧的是同一个地方，为何烧的方向不一样？因为昨天早晨吹的是东南风，到了昨天晚上就变成东北风。这7月的大漠，风向是不固定的，再加上这屋顶就像个风洞，一天到晚都是呼呼的刮着，所以火一烧起来就特别的猛。火舌的方向不同。7月的大漠。大大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痕迹像是丝线拉扯留下的，痕迹周围还十分粗糙，应该是最近留下的。关大叔，这是你留下的吗？啊，不是。如果不是我住在旁边，每天日出我便要到小金窝工作，刚巧看见起火，这老屋啊，早烧得干干净净了。每天日出，那就对了。大大，你想到什么了？现在还没有得到证实。哎呀，我有点饿了，脑子都不灵光了。哎，2位姑娘，你们去哪儿啊？不如咱们一起去鲤鱼门，吃顿早饭怎么样？早饭啊？鲤鱼门？对啊。啊，我们哪有钱到那个黑店吃饭啊？哎，我的黄金都给你做了赌注，你又将它压在了7年局，我身上就只有这几个散钱了，到鲤鱼门吃碗白饭都不够呢。没钱就别吃了啊，免得又看那个店小三的臭脸。我和姐姐去其他地方走一走，看看还有什么跟昨晚女鬼杀人有关的。哎，等等，这顿饭根本不用我们付钱，有人做东。谁啊？店小三。店小三？我们吃完这顿早饭，定要离开这傻书生。时候已经不多了。哪有早饭可吃啊？我就不信店小三会请客。看完傻书生出丑，我们就撤。就这么定了，快走。安安早。怎么是你们几个？就是肚子饿了，想来吃顿早饭。你也是长街的杀手吧？我跟长街其他人不同，我只做生意，不杀人。那你也希望长街发生的命案可以尽快告破，让这萧金窝恢复往常的热闹吧。这样你才有机会赚钱，才有生意做嘛。难道你有破案的线索？正在找啊。不过放眼萧金窝，最能查出真相的，也只有我一个人。不过我狄仁杰有一个怪病，就是吃不到好的东西，这脑子也就不转了。你这是敲诈！的确是敲诈。我听说这鲤鱼门进了很多新鲜的食材，放着没人吃也可惜，何不在我们这里压住呢？好，我这就去上菜。店小三，再加一份香酥火鲤吧。好。厉害，厉害。其实也没什么厉害的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弱点，只要你抓住了弱点，便可以操控人心。今天早上，长街的杀手攻击离开萧金窝的人的时候，这店小三根本就没有出手。想必他已经厌倦了为人卖命的日子，只想在这里
过安安稳稳的生活，在这礼乐门里谋取他的利益。所以求安稳就是店小三的弱点。正是。人家知道昨晚二位辛苦了，所以这顿饭当是对你们的回礼了。我知道二位来到萧金窝，不是为了酒色财气，而是另有所图。但为了找到真凶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再帮我一个忙。帮什么忙？你先说出来，我们再考虑吧。很简单，就是想要你们把萧金窝现在所剩的人找来问话，问问他们，在女鬼飞上天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在哪里听到女鬼的歌声的？整个萧金窝，不是在哪里谁都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吗？我现在就想确定这一点。墨雨的双眼受了伤，所以希望得到你们二人的协助。那大大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大漠抓鬼。就在第一天案发之时，我也听见女鬼在耳边唱歌。可以在地图上清楚的指给我看吗？好，就是由萧金窝大街的尽头飞到萧金窝城门的左边去的。不，那夜我并没有在大街上，但是我抬头也看见女鬼在天上飞。第一晚女鬼是飞向城门的左边，这第二晚是飞向城门的右边。我把所有听到加玛丽歌声的人在地图上画了圈，听不到的则画了10字。你会发现，所有听到歌声人的位置都集中在极乐大牢，直到大街和城门的方向，而其他位置则是听不到的。那不是和女鬼在天上飞的路线差不多吗？看似差不多，但你别忘了，女鬼是在天上飞，地上的人却听见歌声在耳边响起。你不觉得这个女鬼有点太厉害了吗？对，还有，虽然女鬼在天上飞的路线不同，可是听到歌声人的位置却是一样的，这一点也很奇怪。谁知道这个女鬼到底在搞什么鬼？那就要等大大把鬼抓回来，一问就清楚了。房传来的，是石壁飘飘的声音，一定又是霸千秋的老婆在拿他出气，快去看看！把这个贱婢拉出去，活活杀死！走！哎，有些事情我劝你们还是不要管。我们要救飘飘，恐怕这次谁也救不了他。
别动。你就是我要找的人。祝我得到无字天碑，乾隆王说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是你。墨雨，大大，马千秋的老婆余香把飘飘毒打了一顿，还要把他绑到城头上毒杀致死。世上还有这么狠毒的女人！你们救人，我找余香理论。这。夫人，独孤管事，你确定余香就在房间里吗？确定啊，但是我敲了半天门，一直没有回应啊。余香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毁了容的婢女？你还是不是人？你听到我说话没有？你问我是不是人？我倒觉得自己更像鬼。是马千秋做的。除了他还有谁？他听别人说，我背着他偷汉子，便赏了我2刀，让我哪儿也去不了，什么人也不能见，用2道疤把我绑在他身边一生一世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留在萧金窝？为什么还要留在马千秋的身边？你当我是谁？霸千秋的妻子吗？你太看得起我了。我不过就是萧金窝赌场的一枚筹码而已。夫人的爹，当年在萧金窝的赌场赌输了，就把夫人当作赌注输给了霸千秋。从那以后，除了萧金窝，夫人哪里也不能去。为什么我在萧金窝听到的故事，都是充满了伤感和无奈？余香，你知道飘飘不是散布谣言的人，对吧？表面上，我是他霸千秋的妻子，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，我不过就是我爹赌输给他的一枚筹码而已。在这个小金窝，我只有在打飘飘、骂飘飘、狠狠虐待他的时候，我才能找到一点做人的尊严。我知道她是无辜的，飘飘也是个可怜的女人。你们带她走吧。谢夫人。我狄仁杰发誓，我就算拼了性命，也要将萧金窝这个悲伤的故事彻底终结。醒了。哎，别动！你铺柴太久，所以晕倒了。应该没有什么大碍，但现在身体还是很虚弱。哎，飘飘的事儿，还请各位不要再管了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回去找夫人。不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夫人已经不要你了。不会的，是那个余香亲口跟狄仁杰说的。你自由了。自由？嗯，对，你自由了。现在无论你去哪儿，做什么事都可以了。可是我根本就无处可去。你家人呢？
我没有家人，我的容貌一毁，人见人怕，大漠里每个人都把我当成怪物，所以小金窝就是我的家。要是夫人不要我，我根本就无处容身。那你就和我们在一起吧。我家大大狄仁杰是汴州判佐，虽然官位不高，却是1等1的好人。等萧金窝的事一了，你便和我们回中原定居吧。他那个傻子书生主人，虽然很是讨厌，但却也是古道热肠，肯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可是我的容貌如此丑陋，他会答应吗？他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我就杀了他。你杀了他，谁来当我们的大大？哦，也是。那我就挑断他的手筋脚筋，他自然需要飘飘来照顾。你。跑了半天大漠，一定饿了吧？这是店小三刚做的，赶快趁热吃了吧。看来我又多了个女侍从啊！大大真聪明。你个傻书生，就像那算命先生的龟壳子，什么事情都能预知的。大大，你到大漠找到加玛丽了吗？给你们看样东西，你们看看这个。这不是藤条吗？怎么是加玛丽呢？没错，这是藤条，不是加玛丽。这3样东西虽然不足以指证萧金窝连环杀人案的凶手，但却是破解所有谜题的关键。我知道你们有要紧的事情要去办，可否过了今晚再离开萧金窝？我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忙。你们究竟要去做什么事情啊？我们要替师父报仇。2年前，我们的师傅保护一队商旅横穿大漠，却遇上马贼王烈焰拦路抢劫，师傅的被马贼王杀了。这些年来，我们一直想找马贼王复仇，但他行踪神秘。后来，我们才得知他在萧金窝附近出现，所以来到这里。我们绝对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了。如果你们选择留下，就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机会，因为马贼王马上就要来萧金窝了。怎么这么大的风沙呀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道，刚才突然一阵风沙吹来，大家避了一下，回头再看，这些血渍就写在那墙上了。2个兄弟就出来查看，突然无声无息的就倒在地上不动了。另外2个兄弟接着又出来看，同样也倒在地上不动了。马贼王终于来了！你们2个去把他们抬回来。慢，他们都是跟你一起打江山的兄弟，应该有难同当。明知道危险，你还让他们去送死，你这老大是怎么当的？哼，有难同当。我不给他们银两，会跟我有难同当。你们去还是不去？不去就杀了。别怪我，你们要是不去，就得我们去。况且这么多高手都在，还怕什么呀？是。
没看见。没看见。有人来了。你们听着，2天后，日落之前，要是不把杀死烈阳的凶手交出来，马贼王将以萧金窝一城的鲜血来祭奠烈阳的亡魂。撤！撤！我终于知道这个凶手的目的了。他不单是想要你们的命，还要借马贼王的手，让这萧金窝彻底消失在世上。狄仁杰，现在马贼王已经开始杀人了，你却还没有找到杀烈阳的真凶。我们的赌局胜负已定，你的玄铁笔和这个丫头都是我的了。只要你霸千秋承认你是一个耍赖无耻的赌徒，那么我的玄铁笔和花非花的命就随便你处置。我什么时候耍赖无耻了？那我们的赌约是什么？我们的赌约是马贼王来到萧金窝杀人之前，你找到杀烈阳的真凶，否则你的玄铁笔归我，花非花也归我处置。现在马贼王已来，而且已经杀了6个人，你还不认输吗？马贼王来了吗？我怎么没看见？人是马贼王杀的吗？你看见了吗？你又看见了吗？如果人是马贼王杀的，那他也只是在萧金窝的城门外，而并非是在城墙内。所以，马贼王一天没有踏进萧金窝内杀人，我就没有输，你也没有赢。狄仁杰，你这是取巧。取巧却并非耍赖。我们的赌约是否还继续呢？赌约是你们的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把这个叫花非花的抓起来，交给马贼王。贾夫人，啊，这萧金窝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话了？狄仁杰，2日之后，落日之时，你要是还没有抓到杀烈阳的真凶，谁也保不了这个臭女人。别以为马贼王只会杀人不会用脑，你们随便抓个女人当做凶手，那证据呢？他会相信吗？如果真是加玛林附身，夜莺大神杀了烈阳，我们到哪儿去找凶手？交给马贼王啊！这个容易啊，问问加玛丽不就成了？难道你要去地狱问他？用不着这么长途跋涉，我们替加玛丽招魂就可以了。哈！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广修一劫，正无神通。请太上老君赐我无穷法力，将7年之前封之沙城城主的鬼魂从黄泉引出，速现眼前。神兵火力如律令，急急如律令。鬼！有鬼啊！那不是加玛丽，它是假的。世上哪有什么鬼魂？那是假的。当然是假的。这世上根本没有鬼，因为鬼只在人的心中。这便
便是想要复生的加玛丽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加玛丽的轻纱会在天上飞呢？兰陵，出来吧。你想要的答案正从天上掉下来。看见了。什么？这个呀？这黑色的风筝，便是加玛丽可以飞翔在半空的原因。也就是在赌场工作的关大叔，老家屋顶被烧的原因。别打哑谜了，加玛丽的鬼魂出现，和关家老屋被烧有什么关联？杀烈阳的凶手，知道是谁吗？别心急，虽然没有查到凶手是谁，但却证明了凶手的帮凶想要复生加玛丽之谜。帮凶？你是说杀烈阳不止一人所为？绝对不止一个人。凶手要进入极乐大牢杀害烈阳，而他的帮凶就在外面制造了一场复生的好戏。关大叔的家，只不过就是加玛丽鬼魂的黄泉出口。7月的大漠吹得风又强又急，而萧金窝中就以关大叔老家所在的街道风势最大，所以人流也特别的稀少。每天晚上，关大叔又会到赌场干活，于是他的老家变成了装神弄鬼的好地方。关大叔自母亲死后，老家就一直空着，所以帮凶便利用这里为加玛丽重整血肉，还阳复生。所谓加玛丽，只不过是以藤枝作为骨架，然后披上一袭如鹅毛般的、有如无物的薄纱作为皮相的粗糙人偶，然后把染成黑色的薄丝扎上了藤枝，做成了黑色的风筝。那上演风中复生的戏码的道具便基本齐备。关大叔老家2楼的阳台上已经空置，但阳台上却有丝线捆绑的痕迹，所以我认为这痕迹是帮凶留下的。帮凶预先把风筝放到了半空，让风筝在天上停留，再把风筝绑到围栏之上，静待适当的时机。而为了掩人耳目，所用的丝线也早已染成了黑色，且是特别之作，不易拉垮。黑色的风筝用黑色的丝线，在无月之夜放到了漆黑的夜空之中，就像隐形的大雨，根本无人发觉。等到了预定的时间，帮凶便把青纱人偶绑在了丝线的尾部，再解开围栏上的丝线，风筝立刻被强风吹走，并把加玛丽带到了半空。于是，萧金窝的人便看见了加玛丽在半空中漂泊而过。青纱所做的人偶虽然粗糙，但因距离太远，还是让人感觉有人在天上飞。在萧金窝里，大家只会昏天黑地的赌，或者沉迷于酒色财气之中，根本没有时间去观察这天上究竟飞过了什么。于是这帮凶便制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办法：女鬼的歌声。来到萧金窝的人或多或少也都听说过这复仇血咒的传闻，而这传闻就是大家心中的缺口。大家听到了女鬼的歌声，心中或许一时还没有将其和这血咒扯上关系，但当我们发现了天上的加玛丽在飞，同时又有人喊着鬼，这个时候，大家便将这天上的人偶和这加玛丽的复仇血咒扯上了关系。你的意思是，大声喊鬼的人，就可能是帮凶？极有这个可能。根据目击者的证供，这叫鬼的人是一个女的，所以这帮凶很有可能是一个女人。等一下，这黑色的风筝，虽然说在夜色里能够隐形，但是在白天却是很明显的。难道这帮凶就不怕大白天被大漠里的人找到证据吗？当然怕，所以关大叔老家的屋顶才会被烧嘛。兄弟，借火把一用。好。这上面
除了白磷。答对了，这白磷在大漠的很多地方都盛产，而那帮凶，就是将这轻纱和做风筝所使用的黑布先浸在了白磷当中。白磷的特性就是遇热即燃，所以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这风筝和加玛丽就都燃烧起来。这些烧毁的藤枝和碎布，是人杰在沙漠里发现。那我家老屋的屋顶为什么会烧2个洞呢？因为风筝和人偶上的白磷干了，便变成了粉末。可能在升空的时候，有一些白磷的粉末落在了你的屋顶之上。所以2次杀人之后的第2天，日出的时候，太阳照到了你的屋顶，白磷一燃烧，便引燃了你家的屋顶。而又因为2天的风向不同，所以才在屋顶的不同位置烧出了2个洞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受教了。虽然现在不知道凶手是谁，也没有查清帮凶的真实身份，但是人杰敢肯定，什么加玛丽复生、夜莺大神复仇，全都是假的，只不过是凶手布置了一个杀局而已。凶手在杀人的同时，还要将加玛丽的人偶飘在空中。这绝对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事情，所以你怀疑花非花是凶手，将他交给马贼王也没有用，因为现在根本不知道帮凶到底是谁。你要告诉我，就算花非花交给马贼王，我的萧金窝也难逃一劫，是吗？正是。7年局便是一个不祥的赌局，我劝大家还是不要再继续了，不然死的人会更多。你要退出吗？不，绝不退出。不，还没看到你输得精光的样子，我绝不退出。哼，绝不退出。好，7年局，今晚虚实如常举行。哎，这赌还真是一个害人不浅的玩意儿。既然虚实未到，那我和墨雨可不可以再去一下极乐大牢？或许可以找到更多的线索。杜孤峰，你带他们进去。是。那我们呢？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独孤管事，可否让我和墨雨单独进去？这极乐大牢里的通道错综复杂，我是怕你们迷路。没事，里面的路我早已记清楚了。独孤管事放心，我家大大想记住的事情一定会记住的。那在下就在极乐大牢外等候2位了，请。多谢独孤管事。我想洛红尘生前一定来过风之沙场，并且看过无字天碑。他勘破了这其中的秘密，而这秘密足以让人踏上这霸绝天下之路，所以他才会在普世殿内留下线索。现在，我也忍不住想在7年局内胜出。这无字天碑之谜，已经让我着迷了。但是，我们现在还是先要侦破熊大力被杀一事。那为什么昨天在天字1号房发现尸体时，你却什么都不查？因为我不想让凶手知道，我已经发现这熊大力，并非是死在天字1号房。还记得我们知道熊大力失踪后，立刻跑到他的房间吗？极乐大牢的门一直是锁着的，熊大力定还在这地底迷宫之中。墨雨，你鼻子最灵，闻一闻血的味道从哪里出来的？
可别问我在房间里能看见什么呀，我可什么都看不见。你看不见的，其他人也都看不见。就因为他的房间内缺少了一样本就应该存在的东西。是什么东西啊？油灯。油灯？没错。难道熊大力死前带着油灯离开了房间？没有这个可能性。但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油灯会在哪？我在天子1号房发现熊大力尸体的时候，附近根本没有油灯。不过他的尸体的指甲颜色是紫蓝色，这就证明他的头颅在被摘掉之前就已经窒息而死。那凶手为什么要摘掉熊大力的头颅呢？是为了给大家有种熊大力在天子1号房被杀的假象。大家不知道这尸体曾经被移动过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熊大力是拿着油灯离开了房间。有发现吗？一起咳嗽吧。在极乐大牢内的某一处，他被人杀害，油灯就是在那个时候打破的。所以我这次让你来追寻的，不是血腥的味道，而是油灯的味道。那很简单。就是这里。是在这儿被杀的。那凶手为什么要冒着被人发现的危险将尸体抬走呢？难道他不想把熊大力的死和这夜莺回廊联系起来？这夜莺回廊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啊？狄判总，戌时将至，7年的赌局就要开始了，也请墨雨公子尽快离开极乐大牢。知道了，多谢独孤管事。我跟墨雨还有一些私话要说，还请独孤管事稍微等一下。那在下就在前面恭候了。不知不觉到了我的身后，不是什么奇事，但能不知不觉到你的身后，绝对不容易。想不到这独孤峰，居然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高手。霸千秋也一点不简单。看来，这萧金窝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。大大，这次墨雨把你拉进祸水了。人的一生，怎么可能不做几件愚蠢的事情呢？一直做聪明的事情，人生哪还有意思？况且这萧金窝中还真是有很多不解之谜。我狄仁杰呀，一定要一一的将它解开。走。经过昨日的第一局。领先的是狄仁杰，赢35000两；其次是花非花，赢23000两；霸千秋赢21000两。
玉玲珑银2万两，贾不仁输27000两，凤九天输31000两，熊大力输33000两。不止，他还输了一条性命。命也是赌本，把命输掉也不是什么奇事。不过现在为了全力追捕杀人凶手，我决定尽快了结这个纪念局，把胜负就定在今晚。谁要是赢了我，萧金窝和无字天碑就归谁。我反对。我赞成。我也赞成。我也赞成。你们赢了钱，自然不反对。我输的最多，哪有那么容易翻身呐？这赌局不公平。输一局也是输，赢一局也是赢，没什么不公平。就这么定，今晚决胜负。不，7年前，我昧着良心参加了这赌局，令我这些年来寝食难安，每天晚上做梦，不是被艳阳大神追杀，就是见到风之沙城的冤魂来索命。要是今天我再输了，我这些苦日子岂不是白熬了？一开始说是赌7局，就是赌7局，一局也不能少。赌约已定，你不赌就算输。我没有输，我没有输，八千秋，我没有输。把他轰出去。是。八千秋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走，你们听到了吗？加玛丽又来做魂了！疯子，狄仁杰不是证明了吗？加玛丽的复活是假的。那是谁在我耳边唱歌啊？这是风之沙城的复仇宣咒啊！不要在这吵！此地不宜久留，赶快离开极乐大牢。把赌具挪到赌场继续。大家往这走，鬼推灯！这边走，快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歌声停了。是八千秋，快去看看。你们听到八千秋的叫声了吗？听到了。你没事吧？你们看，夜莺大神又来复仇了。是谁下的手？没有看到伤我的人，你们
有嫌疑。你是从那边过来的吧？我从哪儿来又如何？杀我的人就是从那边逃跑的。你以为我想杀你？好，以后你的事我都不管了。慢，玉大姐，事情还没弄清楚呢，要走也不急在这一会儿吧？我练就的铁布衫功夫，寻常刀剑根本不能伤我。除了我的掌门，就是我的妖言，这个秘密谁都不知道，只有你才清楚。我要想杀你，还用等到现在？我早可以动手。或许你觉得这次7年局的胜算已经不大，便要杀了霸千秋，把萧金窝和无字天碑据为己有，对吗？难道烈阳和熊大力也是你所杀的？可能性很大，因为这个极乐大牢，它的地道就是个迷宫，知道出路的人不多，你便是一个。你不为自己辩解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做贼心虚，先把他抓起来，再问。谁敢？都别动！原来是他！大哥小心！别追了！这个贱人东瀛人术最善逃走，你们追不上了。而且，我刚刚发现，我贴身藏的无字天碑不见了。哼，那定是玉玲珑拿去的。是不是玉玲珑伤的我还不敢肯定。你们都有嫌疑，谁要是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你不是又要请蛇神出来了吧？你们谁先来？你伤得不轻，还是先治疗吧。狄仁杰，你来替我问话。我？对，就是你。也好，那就由我来当第1名了。蛇神，如果你真的有灵性，那就仔细听好我问的问题。如果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没有说谎，你可千万不要咬我。你的废话可真多，快摸石子！狄仁杰，你是否偷了霸千秋的无字天碑？我没有。杜国峰，你来吧。好。无字天碑在你身上吗？不在。贾不然，请。是你偷了无字天碑吗？
不是。凤九天，该你了，请你把手伸进笼子里吧。我信不过这铃声，我没有偷无字天碑，我没有。不是你偷的，你怕什么？我是不会把手伸进去的。不伸，那我帮你。救命啊！我没有偷无字天碑啊！那请你听清楚我的问题，你偷了无字天碑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！救命啊！救！你们看，我抓到小石子了。蛇神也说我没说谎。又剩你一个人了。黄飞花，无字天碑如果不是玉玲珑偷的，那就是你。怎么心虚了？要不我也帮帮你？你敢？他敢。你还是乖乖的回答我的问题，接受蛇神的测试吧。留心听好了我问的问题。我问你，无字天碑在你身上吗？无字天碑不在我身上。满意了吧？我们都是清白的。杜孤峰、贾部人，你们都听好了，所有的人离开极乐大牢，必须经过长街杀手的搜身，否则谁也别想活着离开。听到加玛丽的歌声，极乐大牢内发生了什么事啊？霸千秋被偷袭了，无字天碑也不见了，玉玲珑的嫌疑最大。立刻加派人手，彻底搜查萧金窝，一定要把玉玲珑给我找出来。如果他要是反抗，杀！是。竟然是玉玲珑，真是峰回路转。还有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我想，我们应该好好的了解一下玉玲珑这个女人了。人都找不到了，怎么了解啊？想要了解一个女人，就要去她的房间看看。墨雨，大大，这些水粉都是玉玲珑平时用的水粉，没什么特别呀。
你找到什么了？我在玉玲珑的衣柜里发现了一个夹层，里面有一些工具，还有一个水粉盒。把粉盒给我。玉玲珑平时用的都是长安芳香斋的上等货，价值不菲，清幽高雅。但这水粉却是便宜货色，浓烈庸俗。是不是和我们在大漠驿站遇到的那个杀人的假老板娘用的是一样的？正是。难道玉玲珑就是那假老板娘？那她把我们引来萧金窝的目的是什么？玉玲珑想救霸千秋，所以想让我们找到杀害烈阳的人吧？她不是对霸千秋恨之入骨吗？哼，女人的心啊，她们自己都不懂，咱们也就别瞎猜了。还是先找玉玲珑来问个明白才是。马贼王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或许我们可以从玉玲珑的身上找到一些突破点也说不定。希望红青和兰陵不会负我所托。你找他们做什么？我只是在想，马贼王既然下达了时限，进入萧金窝杀人，那他必定会抓住这最后的复仇机会。所以，我就让红青和兰陵守在极乐大楼的门外，如果发现有人出入，便马上跟踪监视。已经找到玉玲珑了。走。就是这儿。狄仁杰，玉玲珑一直躲在关大叔的老屋之内，没有看见他离开。只不过有一点很奇怪。怎么奇怪了？刚才看见有一群人进去搜查。可是却什么都没有发现，便离开了。难道说玉玲珑已经离开这儿了？上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好，这边。果然走了，我们再去找。不，玉玲珑没有走。这里除了我们之外，还有别人的呼吸声。据说东瀛国有一种艺术，可以潜行遁影，十分神秘。看来我们可以大开眼界了。玉玲珑，现在该告诉我们引我们来萧金窝的目的了吧？狄仁杰，果然名不虚传呢。看来我是没找错人。你找没找错人我不知道，但你为了引我们来萧金窝，却杀死了驿站的老板。你这样做跟杀死烈阳的凶手没什么两样，同样要受到惩罚。别忘了这里是大漠，你们中原的王法在这里好像不太管用。别忘了，我们可是活在同一片天空之下。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。报应？这7年来，我一直在等待报应，看来时辰未到呢。只是时辰未到而已吗？少废话！马贼王马上就要杀到萧金窝了，你们有什么想知道的？问吧。好，你为什么引我们来萧金窝？因为我还爱着霸千秋。为了这样一个男人而杀人，值得吗？不值得。天底下要是有哪个女人对霸千秋还有半丝留恋，那她就是比猪还要蠢。但是，她是我玉玲珑一生唯一所爱。过去我们在赌场认识，我爱上的是霸千秋在赌局中他的豪气跟胆识，可现在我却要因赌而离开他。
霸千秋已经走火入魔了，沉迷于赌局中，寻找极限的刺激。我劝他戒赌，他居然一怒之下把我给休了。那你为何要参加7年局？我要让他输得一无所有，霸千秋才会觉醒，才会变回一个有良知人性的人。但这个时候，却发生了烈阳被杀之事。我知道马贼王一定会迁怒霸千秋，刚巧你们又在大漠出现，我自然引你们到萧金窝来，希望你们能找到凶手。所以在大漠里面救我们，给我们包扎伤口的，也是你。我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啊！那你为什么要伤霸千秋呢？霸千秋不是我伤的，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？他既然千方百计地引我们来萧金窝救霸千秋，的确没有杀死霸千秋的理由。那无字天碑呢？是你偷的吧？你对霸千秋的爱，在无字天碑的诱惑面前，也只是微不足道吧？无字天碑是不祥之物，谁拥有它就会受到诅咒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他好。有人来了。怎么了？玉玲珑把狄仁杰带走了，快去看看。走。快！进大牢！快！停下！霸大哥，玉玲珑挟持狄仁杰躲进了极乐大牢。这个贱女人！你跟我进去，其他人外边等着。我们也要去。你聋了？没听着我说话？把他们给我看住了！未经我允许离开此地，给我杀！是。走。哎，让他们去吧。大大虽然不懂得武功，但懂武功的人更懂得照顾自己。况且应聘没有好结果，保住性命才可待以时机。等一下，我们为什么要逃到这里？简直自寻死路！现在的极乐大牢，可能是萧金窝唯一的活路。玉玲珑说得对，熊大力死在极乐大牢的时候，大门紧锁，根本不可能有人进入。所以凶手如果能进去的话，
只有2种可能性。第一种可能就是他昨晚一直住在大牢内。第2种可能，便是这大牢内有一个密道。还有，7年前风之沙城城主自杀后，尸体便被锁在这大牢之内。可1夜过后，尸体便消失无踪，所以现在的加玛丽复生，才会更加的让人毛骨悚然。加玛丽的尸体的确是被盗走了，所以可以更加肯定，这牢内就有一个密道。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密道，便可以让整个萧金窝的人逃出马贼王的手心。我们分头去找吧。好。你干嘛？乾隆王还说你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，你这样把无字天碑交给我，简直就是想害死我。乾隆王本就是个不可信的人，他口中的可信之人，你又怎么能信呢？我倒是很好奇呀，你把无字天碑藏哪儿了？怎么会躲过霸千秋的搜查呢？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。不管就不管吧。虽然我不相信乾隆王，但我还是希望他信守诺言，还我自由。你为什么会成为乾隆王的部下？又为什么想要离开他呢？原因跟你一样，不想得罪乾隆王，但更不想一生一世受他的操控。时候不多了，我们去找密道吧。把无字天碑交出来，给你们个痛快！无字天碑这不祥之物是我偷的，但我只是为了救你。救我！在我腰上捅一刀是为了救我？伤你的人不是我。哼，还在狡辩。那杀烈阳和熊大力也是为了救他们是吗？你就是夜鹰大神。你少血口喷人，杀他们的不是我。是不是你让马贼王来决定吧？把他拿下！住手！伤你的，的确不是玉玲珑，那是谁？伤霸千秋的人，跟之前的命案都无关。我说的没错吧？贾不仁。贾不仁就是伤害霸千秋的凶手。屁话！大德，这小子跟这俩女的是一伙的。我如果跟他们俩是一伙的，又怎么会被他们俩打晕呢？还记得烈阳被杀的时候，凶手曾在天字1号房的墙上留下的爪痕吗？天字1号房墙上的爪痕，深浅宽窄不一。明显就是凶手练就了一种骇人听闻的绝世武功，将双手变成了鹰爪，抓在墙上所留下的。他的目的，便是让人产生夜鹰大神杀死烈阳的假象。当霸千秋被暗算的时候，墙上所留下的爪痕，却是深浅宽窄一致，非常工整，看起来并不像是用手抓出来的，而是贾不仁用他手上的铁齿划出来的，所以他的铁齿上才会留下痕迹。我这铁齿的划痕是一直都有的。那你就把你的铁齿拿出来，跟着墙上的痕迹对比一下。你虽然不是杀害烈阳和熊大力的那个所谓的夜鹰大神，但你却效法他的杀人方法，来杀害霸千秋。扮作女鬼唱歌的则另有其人。你所做的这一切，只不过是为了都推到夜鹰大神的身上吧？
你不博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因为你不是人。当你享受了10天10夜的苦刑，我还能让你活着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会知道我是个多么仁慈的人。狄仁杰，既然他不是杀烈阳的凶手，伤我的时候唱歌的女人是谁？狄仁杰，别说，我求求你。狄仁杰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知道你铁布衫罩门的，只有你的枕边人，除了我，还有谁？你就是玉香的那个男人。没错，他就是我的心上人。小心他们偷袭！我已经派人守住了大门口，他们逃不掉。无字天碑的账，以后再给你算。看见了。哦，只是勉强能看见，还有点模糊。独孤风呢？他刚才还在这儿啊。什么时候走的？我也不知道。这对狗男女要把我们封死在大牢里。快去天子1号房！去天子1号房干嘛？大牢外有人看守，余香既然可以进来，这大牢内必定有密道。烈阳当初就是被反锁在天子1号房被杀的，所以密道在那儿的可能性最大。走。夫人，夫人，你伤得很重，歇会儿啊。爸。没事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带你离开这儿，让你忘记小金窝里发生的一切。夫人，夫人。夫人，我们走，走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放手啊！放手！
你还是自己先逃命吧。是不祥之物，你不要再碰它了。我不是慕容清。青子，青子，青子，你的银针呢？没有在身上。我帮你把毒吸出来。没有，这都已经渗入血液里，吸不出来了。青子，你别睡啊，你一定有办法救自己的。青子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快说。破解无字天碑的秘密，找到风之沙城的宝藏，那里有能够破解百毒的蓝天玉石。蓝天玉石？那不是只有神话故事里才有的吗？世上哪有什么蓝天玉石啊？有的。破解无字天碑的秘密，就在夜莺回廊。青子，青子。夜莺回廊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关联，一定藏着什么秘香。资料根本不足，完全解不开这个密码。是因为我撒谎吗？什么？是因为我撒谎了，所以蛇神才会咬我的，是吗？你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慕容清？为什么要得到无字天碑？难道你也要霸绝天下？为什么慕容清要变成花非花？我只希望
我们从来都没有相识过。你早就知道无字天碑在我身上，对吗？我不敢肯定，但如果无字天碑真的是玉玲珑偷的，那要么就是戴在他身上，要么就是交给了你，因为只有你才有这个机会。玉玲珑依靠他的东瀛艺术，想要逃跑，根本用不着挟持人质。哼。所以，当霸千秋要你带蛇神来审问我们的时候，你才会问那个问题吧？而且是最后才问到我的。蛇神，如果你真的有灵性，就仔细听好我问的问题。如果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没有说谎，你可千万不要咬我啊！狄仁杰，你是否偷了霸千秋的无字天碑？我没有。刘星听好了我问的问题。我问你，无字天碑在你身上吗？无字天碑不在我身上。你的问题就是想让我把无字天碑放进蛇神的笼子里。狄仁杰，你很讨厌，真的很讨厌。你就是喜欢把别人当作木偶，任你摆布。这就是你最大的缺点，你太聪明了。如果我真的够聪明，我早就解开无字天碑的秘密了。青子，青子，青子！糟了，蛇毒已经侵入了你的身体，麻痹了你的肌肉。青子，青子，你挺住！我这就解开谜题来救你。难道是誓言？青子，你看到了吗？每个夜莺大神的浮雕，他们的视线都是不一样的。这个神像的视线是朝着这个神像，顺序是顺序。青子，你有救了！